主题：哪些人会来算命，哪些不会？你也在其中吗？第一段，谁会来算命？嗨，欢迎又回到少凡问事场。这集来看看究竟哪些人会来算命。透过这几年的经验，发现到一些端倪。会来算命的都是敬畏鬼神的善良之人，并非迷信，而是基于一系列理由，为自己或为他人来寻求参考建议。根据统计数据，以男女比例来看，男性占 19.8%， 而女性占 79.7%， 约4/5都是女性。以年龄来看，30到34岁 28.2% 最多，再来就是25到29岁 21.7% 居次。或许与网络算命有关。我曾遇过的卜卦者中，最年轻为15岁，最年长者为66岁，而占算亲人的范围更广泛，从0到90岁不等。学历则是从国中到双博士都有，职业是士农工商、无业或8大行业都有，几乎是会打文字、会上网的都可能来算。第二段，会来算命的理由，以下列举了来算命的常见理由。这些理由几乎囊括了各种需求，有好奇心、求财富、求爱情、求惊喜、减低焦虑、找方法、找方向、找娱乐、理解命运、探索自我、传统信仰、找答案、找灵感、找平衡、找幸福、找安慰、找支持、找勇气、找自信、找安全感、找希望。总的来说，人们来算命的目的各异，算命这工具满足了他们对于生活各个层面的探索和需求。因此孔子为易经写的10传中的系辞上传说：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，动则观其变而玩其战，是以自天佑之，吉无不利。白话说是以前的知识分子都会读易经，所以孔子建议除了观象望位辞藻之外，可以根据动静变化玩占卜，则天自佑之，吉无不利，因为能够趋吉避凶，多一些胜算。第三段，谁不会来算命？当然不会来算命的也懒得看此影片，会看到这边的人都可能会需要算命。一般来说和信仰关系不大，但和文化影响较大。只要是学习或敬仰中华文化的，基本上对易经卜卦都不会太排斥，毕竟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占卜工具，家喻户晓，但不一定有机会接触得到。那哪些人是不会来算命呢？第一种是压根不相信算命，认定只是一种迷信。第二种是主观性和自信心太强，坚信人定胜天。第三种是认为命运是上帝或神奇安排，不靠命理。第四种是可能要避免承受算出的不好结果压力。这当然也都各有各的道理。其实易经卜卦也就是一个占卜工具，也不用太神化之，它的准确性来自历代的经验累积，况且后世还为之加上各种算法，如果没有参考性，应该早已被淘汰，而不会是发扬光大了。第四段，算命是一个工具，用与不用因人而异。算命既然是一个工具，那应该如何应用？说穿了，无非是了解吉凶悔吝的手段，借以趋吉避凶，做好消灾解厄的准备。卜吉不用高兴，因为可能还有变数；卜凶也不用气馁，仍有改变空间。有些人甚至选择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的，这也是一种选择。选择权在个人，多做点准备就能降低风险。因此算命只是一个存在那边的工具，要不要使用以及如何使用都取决于个人。有些人能够善用此工具，可以提前有心理准备，更从容应对人生变数。重要的是保持正确的心态，不要完全交付命运给算命的结果，这样人生才不会被耽误，也能更客观有信心地去面对。后记有好事者问，老师算命自己免费，会不会每天算呢？老师说，每天帮别人算命就已经够忙了，反而没什么时间算自己呢。算多了自己也很了解该如何做，反而少算自己的事了。你也未免担心太多了，